好，进入到今天的重磅新闻，曼城方面已经向诺丁汉森林口头报价，想签下23岁的中场球员安德森，固定报价达到了 1.06 亿英镑，再算上浮动奖金，总价会超过 1.2 亿英镑。但是森林队还在讨价还价，希望固定转会费超过利物浦引进伊萨克时支付的 1.25 亿英镑，因为那也是英国的足坛纪录。所以曼城的首份报价已经遭到拒绝。老 K 觉得这完全是因为慢抬，咱们曼联也在旁边抬价。而森林队船王马里纳基斯，这也是出了名的脖子硬不信邪。目前关于安德森的谈判仍然在进行中，曼城也在和球员的团队进行交流，球员已经倾向于转会曼城。另外曼联方面，巴塞罗那已经决定不激活拉什福德的买断条款，球员将回归曼联。几天前签下了戈登，这说明巴塞罗那对拉什福德的兴趣已经实质性的下降。戈登和拉什福德位置相同，而且这个位置还有主力拉菲尼亚，人员明显过剩。还有为了戈登，巴塞罗那支付了7000万欧元，经济方面的投入非常大。虽然拉什福德租借到巴塞罗那竞技方面的表现还可以，整体数据可以接受，但他中间也有3个月状态下滑，到了赛季末段状态又回升，但始终体育管理层特别总监德科亚对他有疑虑，最终放弃买断选项。弗里克的意见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另有记者直接指出，巴塞罗那坚信自己掌握有拉什福德谈判的主动权，他们想拆穿曼联那种故作强硬的姿态，争取再次租借拉什福德。现在拉什福德肯定几乎不可能重返曼联效力，拜仁慕尼黑对他也无意出手引进，意甲的球队又承担不起他的薪水，皇马也不会接纳拉什福德。巴塞罗那自认为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占据了上风。那么还是希望大家能先点赞再看，随时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大家线上 hype 积分。世界杯期间建议您锁定订阅老 K 足球新闻，并且点击小铃铛选择全部，第一时间收到老 K 发来的比赛预测和各种报道。但是关于巴塞罗那不买断拉什福德的消息一出来，拉什福德已经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了反应，他将个人简介里巴萨的相关连接全部移除，头像也换成了自己身穿英格兰队球衣的照片，看起来有点像分手的意思呀，起码是伤了他的心。以前对人家好的时候叫人家拉甜甜，现在叫我牛福德。好，另外关于皇马想引进大巴黎的内维斯和维迪尼亚，今天门德斯经纪人已经透露，这2位都不会在今年夏天加盟皇马，2位葡萄牙国脚都将继续留在大巴黎效力。门德斯不仅跟皇马现在为了穆里尼奥在进行战略合作，跟巴塞罗那的关系也好，跟大巴黎的关系也好，他这种超级经纪人可不会为了皇马去得罪巴黎圣日耳曼呀。另外，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接强硬地回应了关于姆巴佩在场上的位置问题。他认为姆巴佩就应该踢中路。德尚甚至尖酸刻薄地讽刺道：“我一定很愚蠢，而且姆巴佩过去那些教练一定也有很多愚蠢的人，所以我们才会把他放在所效力球队的进攻的中路。过去2年，姆巴佩在皇马以及他在大巴黎的最后1年，他已经踢了3年中路了。”嘿嘿，兄弟们，你们对这句话德尚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评论。老 K 个人的观点是，因为踢边路得回防，对吧？而姆巴佩在中路对球队的防守来说相对毒性更小。他过去在大巴黎的主教练路易斯·恩里克原话说过，姆巴佩不是一名防守球员，他根本不防守。很明显，我们大巴黎在压迫的时候被一名球员给制约了，他叫基里安·姆巴佩。这个原话出自恩里克的纪录片。在纪录片里可以看出，恩里克在23到24赛季就开始让邓贝莱打伪9号解决出球的问题，2个边路要高位压迫，但是姆巴佩没有执行好他的战术。这是当年恩里克刚刚加盟巴黎就开始拍的纪录片，就在纪录片的第2集，希望球迷们可以去再看看。好的，世界体育报今天的报道，在法国队的更衣室，姆巴佩近期和坎特产生了疏远，有一段视频正在网上传播，视频里面姆巴佩跟坎特是关系明显非常疏远。就在上周的球员通道内，当时法国队即将出场和科特迪瓦举行友谊赛，其他的队友都是正常的互相问候，姆巴佩和坎特却明显的避开了彼此，他们没有对视也没有握手。这么冷淡的场景现在引发强烈的争议，外界对法国队内部氛围产生了各种猜测。
甚至社交媒体上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说两人关系破裂的源头要追溯到今年3月29日法国队对阵哥伦比亚的友谊赛。当时坎特过生日被任命为队长，而姆巴佩在第80分钟左右替补登场，他让切尔基从坎特那里直接取下队长袖标交给自己戴，这个举动就引发了大量批评。外界认为姆巴佩不够尊重，尤其是坎特过生日还是老队员，况且姆巴佩还没有直接自己去向坎特提出要求，还让切尔基去传话。另外，队报还披露了一则消息，说是在法国队更衣室内有一次谈话，登贝莱现任的金球奖得主直接要求姆总要更多的参与逼抢，更多的去夺回球权。这也重新引发外界关于姆巴佩比赛的态度，还有在战术上投入度的长期讨论。还有，在对阵北爱尔兰的友谊赛结束几小时后，姆巴佩就离开了法国队的集训营，这也让法国球迷感到了不满。尽管这次离队是因为个人的失误获得了批准，但随后他在马德里和演员埃斯特埃斯波西托重聚的画面又传出来，这进一步加剧了不满的情绪。许多人都认为姆巴佩是去陪女友，他将个人生活放在了国家队的责任之前。老 K 也看了，别的不说，其实姆巴佩和坎特没有击掌那个视频，绝对能够看得出是故意不击掌的，而且已经2次了。第一次是在科特迪瓦的上半场开场前，第二次是对北爱尔兰的下半场开赛前，两个人都没有直视对方一眼，无视了对方的存在，而且没有互相击掌。所以老 K 觉得呀，这不像是媒体故意找流量，但另一方面能够跟坎特这样的老实人闹矛盾，你也真他娘是个人才。好的，朋友们，世界杯真的就要来了，明天就要开始了。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对2场比赛的分析预测，老 K 超级专业的分析和预测，然后大家最喜欢的开心一刻，轻松一下。那么先说结论，老 K 对第一场球墨西哥对南非，我倾向于墨西哥小胜，比分的方向大概2-0或者2-1，保守的话1-1也有可能。比赛中最可能发生的进球方式，墨西哥的边路内收以后横传禁区，西门尼斯在支点做球，或者墨西哥队利用定位球的2点进攻进一个。而对面的南非队如果想爆冷，那威廉姆斯首先要高接低挡，保证球门不失，莫科纳要控制禁区前沿的区域，福斯特要在反击中拿住球，争取利用定位球偷一个。这场球最大的变数，墨西哥队首发是否会启用阿尔瓦雷斯、莫拉还有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南非队这边莫迪巴是不是能够达到首发的强度，还有天气原因，墨西哥城午后的雷雨，包括草皮的质量影响球运行的速度，这都要考虑进去。那么正常来讲，墨西哥2球或者以上大胜南非，但如果前20分钟墨西哥迟迟不进球，比分也许会向2-1或者1-1的方向走。但整体上结合墨西哥队的主场优势、海拔，还有锋线的经验以及替补的深度，仍然偏向于墨西哥。而韩国队对捷克队，老 K 还是支持亚洲，倾向于韩国不败，但这场球平局的可能性非常高。韩国队有更强的单点爆破能力，还有脚下的创造力。捷克队方面，欧洲的技战术更加成熟，所以老 K 的比分倾向于1-1，或者韩国队2-1。第3种可能性，捷克队爆冷1-0战胜韩国。那么比赛中我预测最可能的进球方式，像孙兴敏、黄喜灿在转换中的冲刺，或者是李刚仁利用定位球制造禁区内的混乱。捷克队这边利用角球或者边路的斜传，还有绍切克、克雷伊奇、希克，他们争第1点和第2点的能力相当强。第2场比赛最大的变数是裴俊浩能不能进入名单，还有韩国队定位球防守能力如何，再加上天气，瓜达拉哈拉作为高原，雷雨情况会怎么样？接下来展开讲，先看墨西哥对南非。比赛是在墨西哥城当地时间中午1点，这是最热的时候。目前看当地的天气1点钟是大部分多云，但3点钟有雷雨。如果稍有不注意，雷雨提前，那么会对比赛造成影响。还有我们必须注意，高海拔的因素比温度更关键。墨西哥城的高海拔必须让南非队要控制前面30分钟自己的强度冲刺的速度，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节奏、草皮的速度，还有长传的落点和下半场的体能都会对胜负产生影响。2010年的世界杯揭幕战，当时也是南非队对墨西哥，最后1-1战平，先是沙巴拉拉先拔头筹，然后拉斐尔马克斯扳平。16年后，同一组的对手再次踢世界杯的揭幕战，只是主客场的叙事反过来了。
这两支球队此前4次交手，墨西哥2胜，南非1胜1平。赛前最新事态表明，墨西哥方面并没有在组织工作上做到万无一失。在墨西哥城内，现在他们的全国教育工作者协调会等等各种团体的抗议示威越演越烈，甚至一度威胁要封锁通往赛场的交通要道。而在他们历史悠久的宪法广场，警方上周还甚至动用了催泪弹、瓦斯、橡胶子弹来驱散示威的人群，保护刚刚建完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还有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包厢持有者和国际足联之间关于冠名权、关于入场权法律纠纷还没有平息，部分业主甚至扬言要抵制开幕式。另外，墨西哥方面后勤的设施也同样拉垮，蒙特雷机场规划的地铁线面临烂尾。国际足联甚至因为场地草坪的质量太差，否决了老虎队主场作为瑞典和日本队训练基地的方案。而在首都新落成的特拉尔潘漂浮花园，在暴雨后严重积水，通道没有完工。总之啊，墨西哥的管理能力一言难尽，错综复杂的各种场外危机也给这场即将打响的揭幕战涂上了重重的高度紧张的背景色。但总体来看，主场的墨西哥国家队肯定是实力占优的一方。对各大媒体，包括墨西哥国内来说，如果这场球不能够拿下，那就视作墨西哥巨大的失败。在博彩公司开出的盘口方面，墨西哥队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独赢赔率介于-240到-250之间，也就是你如果投注240美元，大概能赢100美元，折合成实净制的赔率大概就是 1.4 到 1.42。而南非队的胜赔则高于750到800之间，折合实净制的赔率大约是 8.5 到9，平局的赔率呢是340到350之间。资金流向看，博彩市场呈现出比较一致的低比分的倾向。许多著名的分析师都对这场比赛开出了全场低于 2.5 个球的强烈预判。首先，墨西哥队在主教练阿吉雷的实用主义改造之后，在进攻端虽然他们也保留着控球的偏好，可在防守端现在水准极高。2026年8场不败的赛事，墨西哥就仅仅丢了2个球，最近的7场比赛有6场全场总进球数低于 2.5 球，唯一的例外是不久前5-1大胜塞尔维亚的热身赛。另外，南非队这边他们的战术同样是建立在深度防守和快速转换基础上。这一次世界杯扩军，每个小组除了前2名可以直接出线，成绩最好的8个第3名也能够晋级32强。所以对于南非队这样刚刚才重返世界杯舞台的队伍，只要首战小组赛能够死守磨下1分，那么在出线权的争夺中就占据了主动。所以赛制导致的功利性极强，注定会让南非队采取极端保守的摆大巴防守策略。所以有的专家将墨西哥队的独赢和全场总进球数低于 3.5 个球进行一种复式的串关。这个方案呢，就能把原本墨西哥独赢的赔率比较低拉升到130，也就是大约 1.77。 同时呢，相比于常规的 2.5 球限制，这也为像1-0、2-0或者2-1各种比分保留了充足的容错空间。这两个球队最近的情况，墨西哥队他们作为东道主，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年，备战态势极其强势。去年刚刚夺得25年美洲金杯赛，主教练阿吉雷的墨西哥队在各种热身赛高歌猛进，先后拿下了加纳、澳大利亚。6月5日最后一场热身赛通过高位逼抢5-1狂胜塞尔维亚，这也极大地巩固了他们的信心。人员方面，墨西哥队堪称满血状态，也只有原本计划要选入的中场悍将马塞尔·鲁伊斯因为伤病长期缺阵，而主力阵容没有任何新增的伤病，也没有停赛的困扰，只是在门将位置上存在一些争议。现在22岁的年轻门将劳尔·兰赫尔在最近的备战坐稳了第一门将的位置，而且在大胜塞尔维亚的比赛中他打满全场。但是许多媒体和球迷非常喜欢第6次出征世界杯的传奇门神奥乔亚。奥乔亚在更衣室的精神领袖地位不可动摇，所以也有部分的墨西哥媒体爆料说，奥乔亚可能在最后一刻凭借他无与伦比的大赛经验抢回首发的位置。再看看南非队，这次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他们的世界杯预选赛晋级之路含金量极高，在非洲区预选赛力压群雄，夺得了 C 组第一。而为了备战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2240米的海拔，南非队全队提前1周就到达了海拔2300米的帕丘卡训练基地，进行了封闭式的高原适应性训练。在刚刚结束的跟牙买加的热身赛，
南非1-1战平。主教练雨果·布鲁斯公开承认，有许多在国内联赛效力的南非队球员在比赛的后半段出现了明显的缺氧，还有体能枯竭的迹象。南非队伤病方面，此前深受大腿后侧肌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腘绳肌，深受伤势困扰的主力左后卫奥布里莫迪巴已经宣告痊愈，也参加了合练，预计也会首发出场。南非队26人大名单多达19人都来自他们国内联赛的2大豪门马梅洛迪日落队还有奥兰多海盗队。这些球员的默契度非常高，但也缺乏高水平的欧洲联赛的洗礼，所以南非队的防线在面对墨西哥队高强度的压迫时候会不会崩溃，这是最大的隐忧。那么老 K 也预测双方的首发阵容都会选择4-3-3，墨西哥门将劳尔兰赫尔，右后卫伊斯雷尔雷耶斯，2个中后卫塞萨尔蒙特斯和约翰巴斯克斯，左后卫赫苏斯加里亚多，防守型中场埃德森阿尔瓦雷斯，中场吉尔伯托莫拉，还有阿尔瓦罗菲达尔戈，右边锋罗伯托阿尔瓦拉多，左边锋瓦里克西斯维加，中锋劳尔西门尼斯，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英超的球员。南非队门将罗恩温威廉姆斯，右后卫克胡里索穆道，左后卫奥布里莫迪巴，2名中后卫艾米奥孔和姆波克泽基姆波卡奇，防守型中场斯佩菲洛西托莱，前面2个中场特伯霍莫科纳塔伦特姆巴萨，右边锋莫雷米，左边锋阿波里斯，中锋莱尔福斯特。那么墨西哥队67岁的主教练阿基雷，这是他们足球史上堪称教父级的人物，他的战术手段极其的油滑，在更衣室管理方面极其的严厉，而且这个主教练有各种各样的街头智慧，这也是他第5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第3次执教墨西哥帅印，此前2次分别在2002年和2010年。在他的教练组中还坐着2010年那支墨西哥国家队的队长拉斐尔马克斯，这是过去著名的墨西哥队的领袖啊，如今以助理教练的身份回归，他也充当着阿基雷战术思想和年轻一代球员之间的一个桥梁。这里必须提一段冷知识，主教练阿基雷和南非足球之间有一段非常难忘的恩怨。2019年非洲国家杯期间，阿基雷是率领东道主夺冠的超级热门埃及队，但在1/8决赛中爆冷被南非队1-0击败淘汰，赛后当场阿基雷就被埃及足协解雇，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创。所以赛前阿基雷像打了鸡血一样，非常的亢奋坚决。他的战术方面主打高位逼抢，还有跟边路重叠跑位的4-3-3战术。他要求全队在防守的时候就像一家人一样相互补位，这非常重要。赛前阿基雷说，在我50年的足球生涯中，没有什么比在祖国本土举办世界杯更让我激动的了，这是令人终身难忘的体验。那些在1986年还没有出生的年轻人，明天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还没有和他们谈过首发11人的名单，26名球员全都充满期待，他们知道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轮到自己登场。我们已经搭建好了要踢一场精彩比赛的舞台。那么南非队这边的主教练比利时名帅雨果·布鲁斯年龄更大，74岁了。对他来说，回到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像是一场长达40年的宿命般的轮回。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布鲁斯曾经作为比利时国家队的主力后卫，就在阿兹特克体育场的揭幕战也是出战了对墨西哥的比赛。如今整整40年过去，他又作为南非国家队的主教练重新站在同一片草皮上，这真是让老 K 觉得很奇妙，一种历史的交织感。所以布鲁斯在赛前他显得既从容又清醒。布鲁斯的执教理念极其的强调阵型的低位防守，还有守转攻阶段绝对的速度。但是这次备战非常的不顺利。在26人大名单刚刚公布，南非的足球名宿祖马就在媒体上公开抨击主教练布鲁斯，说他剔除了几位在预选赛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功勋老将，这种处理过于冷酷，缺乏基本的沟通和温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南非国家队内部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布鲁斯在赛前面对墨西哥呈现在狂热的氛围和高原的缺氧环境，他说，也许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适应这里的高海拔环境。我看到球员们已经没有办法像往常那样做出他们渴望完成的技术动作和身体拼抢，这显然是高海拔造成的。对于我的球员来说，这将是一次特殊而美妙的经历，因为他们从未在这样的环境下踢过球。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坚定地执行既定的战术，
绝对不要去听看台上发生的一切。那么说到这两位主教练啊，墨西哥的主教练阿基雷，他这次做了一个非常传统和老派的决定，就是对国家队进行长时间的集训。他推动了超过36天的集中训练备战，还安排了1986年那一代的名宿心理辅导师，还有各种历史的人物进入了营地，目的是让这次的14名世界杯的新兵理解在主场踢世界杯是什么样的重量和分量。而南非主教练布鲁斯已经明确说，世界杯后他就会退休，理由很直接，他想回到家庭，享受和孙子们在一起的生活。其实过去几年他已经多次想退出足球。阿基雷认为现在他这支南非队既不完全是非洲的风格，也不完全是欧洲的风格，而是非洲和欧洲风格的混合体。南非足协选择布鲁斯做主帅，这种背景也是想让南非队的防守组织和纪律性变得更强。那么两队的球员介绍，首先墨西哥这边老大劳尔·西门尼斯34岁了，富勒姆队英超的射手，他是这支墨西哥队出场次数最多，达到了125次的功勋球员。西门尼斯曾经参加过多次的世界杯，但由于早年队内的竞争激烈，而且他的头部曾经遭遇毁灭性骨折的重伤，所以在世界杯历史上已经34岁的他竟然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首发机会。上个赛季34岁的他在英超在国家队全面复苏，为国家队斩获了9个进球，所以这场比赛这一届世界杯是他作为墨西哥头号中锋的谢幕战，也是他实现职业生涯世界杯首发夙愿的一次舞台。他是墨西哥队进攻的关键，作为支点能够保护球，也能将自己的二线队员带到进攻的位置。面对南非的低位防守，西门尼斯的背身还有在禁区内的嗅觉。第二位咱们要注意的墨西哥队长，中场的防守开关埃德松·阿尔瓦雷斯，但问题是他的身体状态如何。赛前他存在脚踝伤病方面的问题，如果他首发，墨西哥中路防反击就会更稳，但如果打替补，埃里克·利拉和菲达尔戈的组合就更加要依赖整体的站位。第三位阿尔瓦罗·菲达尔戈，他出生在西班牙，出自著名的皇马的青训体系。2021年他加盟了美洲俱乐部，凭借自己华丽的盘带和中场梳理能力，帮助球队夺得了3届联赛冠军，然后经历了漫长的入国籍的审批程序。菲达尔戈在今年2月刚刚完成国际足联的单次协会转换，放弃了代表西班牙效力的可能性。由于中场核心球员马塞尔·鲁伊斯在3月的受伤，菲达尔戈迅速被主教练委以重任，并且在西甲的皇家贝蒂斯也拿稳了主力的位置。对于一个西班牙人入籍墨西哥，代表墨西哥队出战，他现在拥有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双重国籍，也感到无比自豪，同时能够代表这2个国家。而现在首先要作为一名墨西哥人，帮助墨西哥队冲向世界足球的最顶峰。好，另外关注17岁的超级天才吉尔伯托·莫拉，年仅17岁零240天，莫拉是本届世界杯所有48支球队中最年轻的球员，也是唯一的 U18 球员。这位神童在15岁的时候就打破了墨西哥超级联赛最年轻的出场和进球纪录。16岁作为首发主力，已经帮助墨西哥队击败美国队，拿到了25年的金杯赛。但他最大的问题是健康方面的隐忧。今年年初，他由于一种严重的耻骨联合痛，也是一种腹股沟附近的慢性的运动损伤一直高挂免战牌，所以他的身体状态还有高强度的对抗能力引起了严重担忧。在世界杯前，17岁的莫拉已经和知名经纪人皮门塔运作，跟蒂华纳签下了一份带有特殊欧洲俱乐部买断条款的新合同，所以他的每一步表现都会处于欧洲顶级球坛的显微镜的观察下。莫拉是墨西哥队最有故事性的天才，主教练评价他像精灵一样的气质。那么具体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外，20岁的奥贝德·巴尔加斯，他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但母亲拥有西班牙国籍，父亲曾经效力于莫雷利亚的青训体系，所以从小就拥有非常复杂的多元背景。他作为前西雅图海湾人队的中场核心，在24年5月完成了从美国足协到墨西哥足协的单次协会转换，并且在10月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就完成了国家队首秀。今年1月，巴尔加斯以很高的身价加盟了西甲豪门马德里竞技，签约到了2030年。他在中场的存在带给墨西哥队无与伦比的对抗硬度和推进的能力。还有布莱恩·古铁雷斯，22岁。
2025年底，他刚刚以很高的身价从芝加哥火焰队转会到墨西哥国内的豪门瓜达拉哈拉芝华士队。跟巴尔加斯很相似，古铁雷斯同样是在2026年初完成了从美国足协到墨西哥足协的国籍转换。此后的热身赛就为墨西哥队贡献了2个进球，1次助攻。古铁雷斯代表墨西哥出战世界杯，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大量美国国家队的粉丝在网络上抨击现任美国主教练波切蒂诺，指责美国足协在缺乏远见的人才争夺战中非常愚蠢地将这个中前场的全能核心球员拱手让给了宿敌墨西哥。好，再关心一下南非队这边。首先34岁的队长罗恩温·威廉姆斯，他不仅是队长，也是南非队的门神。16年前2010年，当时威廉姆斯年仅18岁，却遭遇了毁灭性的家庭悲剧。就在当时的世界杯开幕战前2个月，他的亲哥哥马文在车祸中不幸去世。所以过去的16年，威廉姆斯始终将他逝去的王兄当作自己在球场上的守护天使。赛前新闻发布会，他也深情地说，我正带着我已故哥哥马文给我的力量，推动着自己去实现属于我的世界杯梦想。那么对墨西哥队这样的主场高压局，威廉姆斯的第一脚出球能力还有扑救的稳定性，将决定南非能不能将比赛拖进下半场。他是南非最知名的球员之一，而且在非洲的赛事中多次获得过最佳门将的荣誉。第2位，特伯霍·莫科纳。莫科纳的身体、战术理解还有领导力，如果南非队想制造冷门，莫科纳必须在2个任务间进行不断的切换。第一，他要挡住菲达尔戈和古铁雷斯对面的中路的推进；第二，要通过远射和定位球制造威胁。莫科纳作为主教练战术板上一个关键的枢纽球员，他在防守反击中需要承担中后卫身前的第一道防线的拦截，还要依靠自己精准的中长传组织进攻。在夺回球权的瞬间，他必须为福斯特等边路球员提供反击输送炮弹，再加上自己标志性的无球插上和中路的重炮轰门，这些都是南非队的常规武器。下一位，莱尔·福斯特，25岁的英超名将，他也是南非队中唯一一个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球星。他效力的伯恩利上赛季不幸从英超降级，但福斯特在英超在足总杯当中对阵托特纳姆热刺、对阵富勒姆多次斩获关键的进球，或者奉献非常精彩的助攻，特别是他在高空球争抢和反击跑位中拥有绝对的实力。他的反击效率将直接决定南非队能不能撕开墨西哥的防线。福斯特是南非海外球员中最重要的攻击武器，也是主教练体系内的1号中锋。南非的反击能不能从解围变成向前推进，关键就在福斯特能不能背身拿住第一点球。好，明天比赛战术方面3大看点。第一，墨西哥的2翼狂潮对上南非队防线的深度协防。墨西哥的4-3-3体系极其强调利用右路的雷耶斯和阿尔瓦拉多，左路加里亚多和维加重叠插上跑位，在对方的内部区域制造局部的人数优势，这样就能实现下底传中或者在禁区前沿倒3角传中配合。而对南非队来说，2个边后卫穆道和莫迪巴就将面临极高强度的边路爆破的压力。布鲁斯必须要求防守型中场希托莱在防守的时候频繁向2翼横移，协助边后卫进行包夹和协防。一旦南非在边路的防守暴露出空间，那墨西哥的西门尼斯在禁区内的抢点能力瞬间就能给予致命打击。第2大战术看点，菲达尔戈和莫拉的禁区前沿渗透对上莫克纳的铁索横江。当南非队在客场要采用极深的摆大巴防守站位的时候，墨西哥队他们在弧顶区域，也就是常说的30米区域，传跑的精度将受到考验。菲达尔戈和超级天才莫拉，他们都具备魔法师的属性，在极小的空间可以完成盘带摆脱，还有能传出直塞球穿透对方的防线。所以南非的中场铁闸莫克纳在这个区域的覆盖范围和贴身防守将是重中之重。如果莫克纳能够在中圈和弧顶区域切断菲达尔戈和前锋线之间的地面球的联系，那南非就能在断球后瞬间利用莫克纳的视野发起致命的反击。反之，一旦被墨西哥的地面渗透撕开了缺口，那南非队的被动局势就很难挽回了。第3大战术看点，阿兹特克体育场2240米的高原海拔气候，还有体能的拐点，第70分钟以后这会成为无形的杀手。这个地方不仅是海拔高，而且午后天气极为闷热，对南非球员来说，这是一道完全难以逾越的天然的屏障。尽管提前进行了1周的适应，
但这种极端环境下，肌肉的酸痛、呼吸的局促，往往在第65分钟到第75分钟迎来体能爆发的拐点，而这又恰恰是墨西哥队施展他们板凳底蕴的时候。替补席上，阿基雷手中的牌很多，博尔哈·伊格莱西亚斯、奥贝德·巴尔加斯，这些都是欧洲顶级赛场征战过的生力军，随时可以上，随时可以提供战术变招。墨西哥队可以通过持续的前场高压和速度的冲击，惩罚在缺氧的环境下体能又下滑，那么站位就容易失误的南非的防线。所以南非队的比赛计划必须要先守住30分钟，要坚持自己的计划。而墨西哥队最怕呀，就是气氛很热，但只开花不结果。8万多名球迷，这势必会让墨西哥要抢开局，要强压，但会不会造成传中太急、远射太多，节奏失去控制？所以这种氛围既是优势，同时也是压力。另外再强调定位球，这是南非队制造冷门的通道。好的，值得一提冷知识，这次南非队备战，他们也受到了签证问题的影响，有部分人员到墨西哥的时间晚了，也损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当地的情况。另外，如果奥乔亚能够登场，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这也会是非常强的一个仪式感的画面。对南非队来说，南非的名宿皮纳尔说了一句话，他说目前的这支南非队教练和球员合作的时间很长很长，赢球的心态更强，甚至比2010年的那支南非队更有机会在墨西哥这里赢球。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接下来咱们展开讲第2场比赛，亚洲球队韩国出战，孙兴敏出战。首先这场比赛的核心意义很简单， A 组里面有东道主墨西哥，所以韩国跟捷克首战都不能输，这是前提。刚才也说了，前2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都能晋级32强，而韩国队这是他们连续第11次参赛，总计第12次参赛，也是世界杯常客。孙兴敏、金文哉、李刚仁是他们的门面，捷克队呢，则是事隔20年后重返世界杯。他们通过欧洲附加赛点球击败了爱尔兰和丹麦，拿到了06年以来首次世界杯的资格。这场比赛同样在墨西哥的高海拔，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瓜达拉哈拉的阿克伦球场，海拔高度1566米，同样是稀薄的空气，同样是高原环境，所以博彩市场各大主流机构开出的盘口，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小，谁赢都有可能。但是微弱的资金流向和赔率的走势仍然透露出博彩公司对韩国国家队的经验优势稍稍有些偏好和看好。博彩市场普遍预期这场球将是低进球数的战术拉锯战。捷克队的防守以紧凑和纪律性著称，他们的战术体系严重依赖定位球和低位的防守，而韩国队在主教练洪民博的调教下，首要目标立足于防守的稳定性，再加上高海拔，队员无氧跑动能力受到了制约，所以大范围的对攻战很难上演，资金更倾向于流入小球区间。那么在双重机会的盘口 double chance， 韩国队胜或者平的赔率，由于他阵容的上限高，再加上孙兴敏国际超级球星的存在，博彩专家认为韩国队是更具投资安全边际的选择。博彩专家稍稍看好韩国队。这2支球队在战前都遭遇了关键性的人员的折损，韩国队的赵佑明确定缺席世界杯，裴俊浩预计无缘首发，而左后卫李泰熙已经恢复合练，捷克队的前锋杨库赫塔预计会替补出战。这2支球队的阵型和战术很可能会采取针锋相对的3中卫5后卫体系，不过在前场的空间利用上侧重点不同。由于中后卫赵佑明的缺席，主教练洪民博在韩国队倾向于建立一个很巩固的低位防守的基地，再去释放孙兴敏和黄喜灿的冲击力。预计首发阵容门将金成奎，3中卫金敏哉、李汉博、李七赫，金敏哉居中，李汉博和李七赫协助防空。那么右边翼位蔚山现代队的薛英武，左边翼位浦项制铁队的李泰熙，双后腰菲耶诺德的黄仁范，美因茨队的李在成。黄仁范负责后场出球，李在成进行大范围的横向拦截和覆盖能力。前腰大巴黎的李刚仁还有黄喜灿，单前锋孙兴敏。李刚仁在前场偏右边内部的区域活动，黄喜灿进行纵向的无球爆破。队长孙兴敏担任进攻的终结者，也拥有绝对的自由度。而捷克队他们的首发预计3-4-2-1阵型，门将勒沃库森的科瓦日，这也是欧洲区预选赛的点球英雄。3中卫查洛佩克，还有霍芬海姆队的赫拉纳奇，
还有克雷伊奇。后卫位置查洛佩克、赫拉纳奇、克雷伊奇、萨迪莱克。捷克队的阵型3-4-2-1，门将勒沃库森队的科瓦日，他在欧洲区附加赛点球大战立下汗马功劳。三中卫查洛佩克居右，赫拉纳奇居中，克雷伊奇居左，他也是球队的队长。作为后防领袖，克雷伊奇在英超锻炼出极强的对抗能力，在定位球进攻中他的得分效率极高。右边翼卫曹法尔，这也是防守的铁闸。他本场比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面对对方韩国队长孙兴敏标志性的内切和纵向突破。左边翼卫尤拉塞克，他能在左路提供大范围的折返跑，还有起球传中的支持。他的边路传中质量是捷克队高空轰炸战术的重要输送来源。双后腰西汉姆联队的绍切克和达里达，绍切克是中场发动机，也是精神领袖。除了在中场进行拦截和对抗，他还会频繁地向右路倾斜，协助曹法尔夹击孙兴敏，并且在定位球进攻中，他作为高塔可以杀入禁区。达里达呢是重返国家队的中场老将，他的经验丰富，但这个位置也可能会用上萨迪莱克。萨迪莱克的防守扫荡能力更强，用他可以来应对韩国队的李刚仁和黄仁范的盘带和传球。捷克队双前腰普罗沃德和舒尔茨，普罗沃德在锋线的下边活动，负责在前场进行压迫、快速的过渡和传球，然后争夺第二落点。而舒尔茨也是个技术型的球员，负责在韩国队的防线内部区域跑位、穿插接应。单前锋勒沃库森队的希克，他是绝对的进攻桥头堡，也是首席射手。他有出色的无球跑动能力，在禁区内的射门终结能力还有高空优势都很强。他对韩国队的中后卫组合来说是一种物理性的施压，所以捷克队的战术关键点就在于高空轰炸。他们的首发中锋希克1.90米，绍切克1.92米，克雷伊奇1.91米，中后卫赫拉纳奇1.90米，都是1.9米以上的。在面对赵佑民因伤缺席的韩国队，那么捷克在任意球、在角球这些定位球战术中拥有绝对的制空优势。而且捷克队相对来说会采取一种低位防守，他们不会扑上去盲目的争夺控球权，而是要保持自己中后场的极其的紧凑的阵型，利用整体移动来切断李刚仁和孙兴敏之间的联系。断球后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边路的曹法尔和尤拉塞克长传寻找希克。那么两位主教练，韩国队的洪明博在24年接替了著名的克林斯曼，但到今天他也没有获得韩国球迷和媒体的信任。而且韩国体育观光部对韩国足协的选帅程序进行了专项审计，首尔的行政法院还裁定审计完全合法，这直接引发了足协主席郑梦奎宣布，在美加墨世界杯后他就会隐退，这也是场政治风暴。那么主教练洪明博除了场外的官司缠身，那他在今年3月份不敌科特迪瓦的比赛，由于临场应变能力的缺失，遭遇了补水时间的争议。当时球员们和许多媒体认为，主教练在比赛因为高温暂停的时候，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战术重组，只是在旁边冷冷的看着。而且更加让主教练微信扫地的是，他的葡萄牙助理教练若昂阿罗索在4月份接受葡萄牙媒体采访的时候爆料，说洪明博只是一个负责外部的公关和象征性的领导门面，实际上的战术构架和日常训练完全是由欧洲助理教练团队在掌控，所以洪明博是个傀儡主教练。这也在韩国国内炸了，大家都在声讨洪明博，他在更衣室的权威已经降到了冰点。另外一边，75岁的捷克老帅科乌贝克，他在捷克国内一直被奉为英雄。25年12月他临危受命，此前的职业生涯从未有过执教国家队的经验，但是一上来就通过严苛的战术纪律和标志性的精神动员，带领捷克队在附加赛的生死战过关斩将。捷克球迷已经亲切地称他为魔术师。这次外界对他缺乏国际大赛经验，还有对捷克球员无法适应墨西哥的高海拔有些质疑。主教练科乌贝克在采访的时候发言极具侵略性，他说，我们长途跋涉飞到墨西哥绝不仅仅是为了凑数，准备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当地的环境，包括没有时间适应墨西哥的高海拔。尽管如此，我们至少期待能够从小组赛中出现。所以科乌贝克的战术哲学也非常的务实，主动放弃控球率，采用坚不可摧的紧凑的三中卫体系，再通过前场进行肉搏一样的压迫，断球以后用最快速度通过边路传中或者长传寻找锋线的核心希克。更关键的是，捷克队的更衣室极为团结，
有10名来自布拉格斯拉维亚的本土班底，为这一支捷克队带来了天然的默契。主教练甚至已经公开说，自己已经制定了如何彻底的锁死孙兴慜专属的防守方案。球员方面，33岁的孙兴慜不用说了，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世界杯绝唱。去年他拒绝了沙特的天价合同，也拒绝了热刺的续约合同，选择以2650万美元转会到美国的洛杉矶 FC。 他在热刺队最后一个赛季表现完美，作为队长带领热刺夺得了欧联杯冠军，终结了热刺俱乐部17年没有冠军的尴尬。而这次转会到美国，许多媒体都认为他是希望提前熟悉举办26年世界杯的地方。现在在北美赛场已经征战了近1年，孙兴慜显然已经具备更好的体能方面的适应性。最近的热身赛他梅开2度，状态火热。第二位大哥，拜仁慕尼黑的防守怪兽金敏哉。28岁的他过去也效力过北京国安队。在2年前，金敏哉遭遇了非常严重的私人生活方面的动荡，他的经纪公司发表正式声明，确认金敏哉和结婚4年的妻子已经协议和平离婚，双方因为性格差异分道扬镳。但特别奇葩的是，在新闻稿的最后，这家经纪公司竟然因为球员离婚向金敏哉的球迷们公开道歉。这种事情在德国媒体那儿完全理解不了，集体蒙圈。随后韩国国内网络上还疯传说金敏哉因此被分割了多达500亿韩元价值3660万美元的家产。这个数字纯粹是夸大的估算，没有任何依据。不过场外这种舆论风波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金敏哉的心情。第3位大哥李刚仁，他来自大巴黎。李刚仁是韩国队在前场的创造力的源泉。场外25岁的他正和韩国财阀的女儿谈恋爱，女方是顶级财阀斗山集团5代继承人朴相孝。朴相孝比李刚仁大2岁，两个人在巴黎通过李刚仁的姐姐介绍认识，现在女方正在法国攻读研究生。虽然李刚仁的公关团队严格封锁消息，但两个人还是被拍到在巴黎高调的逛奢侈品店，开法拉利跑车，一起去观看法网公开赛。朴相孝甚至已经深度融入了大巴黎的球星太太团，像今年1月，大巴黎的后卫扎巴尔尼的妻子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球星太太们的私密聚会合照，朴相孝就在里面。他和多位名模闺蜜举止很亲密，所以这两人的感情已经得到了实锤。第4位黄喜灿，这是在英超淬炼出来的爆破手，他的身体素质还有在英超赛场那种无惧对抗的特质，黄喜灿是韩国队在前场不可或缺的破冰利器。他在前场的抗压能力和纵向的冲击力，这是战术当中为孙兴慜可以拉扯防守空间的关键。热身赛中，黄喜灿通过点球破门，也展现了良好的状态。所以这届世界杯，他跟孙兴慜的默契连线程度，直接决定韩国队进攻的上限。好，冷知识：希克的姐姐克里斯蒂娜是捷克的名模，而且是殿堂级别的国际超级名模。过去长期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等等顶尖的时尚品牌合作。而且克里斯蒂娜还透露过，自己在纽约的时候和好莱坞巨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约会过。所以这样美丽超模的姐姐克里斯蒂娜是捷克队内希克的幸运女神，在捷克队内被称为希克的幸运女神。希克这个中锋在国际大赛向来是为大场面而生的，他代表国家队52场打进了26个球。但鲜为人知的是，希克早年的足球之路也极其坎坷。他在青训阶段因为身体单薄不受重用，曾经信心方面严重动摇，险些追随自己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去做模特去了。所以这个险些走上维密大秀的超级美男神锋希克，女球迷们一定很期待，不仅期待他的进球，也期待他的特写。好，第2位大哥绍切克，捷克队的队长，中场铁闸。绍切克在英格兰有个非常接地气的外号，叫土豆沙拉男。这是由于他在采访中曾经说英超没有冬歇期，绍切克常常因为吃不到捷克传统的节日土豆沙拉感到很沮丧，只能和妻子以及女儿进行视频通话，缓解思乡之情。那么西汉姆联队的食堂员工知道之后，甚至在圣诞备战前专门为绍切克定制了一款名为绍切克风味土豆沙拉，非常美味的菜肴。这引起了绍切克在社媒上疯狂的晒图炫耀。那么在球场上，绍切克是现代足球中罕见的高空轰炸型的后腰，他不知疲倦的跑动，以及在定位球中他有极强的前插争顶能力。捷克队想打破僵局，他是终极的底牌。
第3位大哥克雷伊奇26岁，他是狼队用2600万英镑砸下来的后防铁骨。他过去带领布拉格斯巴达队拿到了联赛冠军，也荣膺了联赛 MVP， 于是加盟了西甲的赫罗纳队征战欧冠。他的左脚出球能力还有后插上远射能力，曾经当选西甲的月度最佳进球。25年8月，狼队以600万英镑的租借费，外加2000万英镑的强制买断条款，将他招至狼队，成为了狼队历史第一位捷克球员。这是个球场上的天生领袖，一到英超迅速适应。在欧洲区附加赛对阵爱尔兰和丹麦的时候，他在常规时间顶住压力，有关键的进球。他在常规时间顶住压力，贡献了关键性进球。他在左中卫这个位置上的出球质量，直接决定捷克队防守转换的效率。第4位大哥23岁，来自霍芬海姆的边锋赫罗热克。他曾经是捷克足坛历史最年轻的国家队出场纪录的保持者，但经历了严重的伤病低谷，直到本赛季在德甲末期迎来爆发，压哨入选了世界杯大名单。赫罗热克有极佳的速度和边路内切盘带能力，他的复苏极大地丰富了主教练在边路的战术选择。现在捷克队除了传统的长传冲吊以外，就多了一个他在反击中能够持球撕裂对手的边路防线。所以韩国对捷克在战术对位方面，首先孙兴民对上了曹法尔，这是一条走廊之争。韩国队的战术重心在左路，孙兴民往往喜欢在左边的内部进行无球的斜向插上，或者持球内切兜射远角，而负责防守这个区域的就是捷克名将33岁的右后卫曹法尔。我们提到了，在瓜达拉哈拉空气很稀薄，高频的变向跑动，这对体能是极大的摧残。曹法尔的防守站位极其老道，但他转身慢，绝对速度也下降了。如果孙兴敏的体能更优，那么对曹法尔无情的冲击，这时候要保护他，捷克中场绍切克就必然会频繁地向右路倾斜，协助来进行双人夹击。那么这又会考验韩国右侧的李刚仁能不能够迅速地利用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给弱侧的黄喜灿制造单刀撕裂防线的空间。第二大战术看点就是双方在高原的体能管理和定位球的防空能。韩国队赵佑民受伤，在防空能力上出现了结构性的滑坡。虽然金敏哉在拜仁慕尼黑他的防空也很出色，但是顶替空缺的李涵博在高空球的预判和落位方面仍显得稚嫩。所以老 K 预计捷克队的战术会残忍地针对这个弱点，他们会主动放弃中场的无效控球，只要获得前场定位球、边线球，或者直接就由尤拉塞克在左翼起球，那么捷克会瞬间在禁区内堆积上希克、绍切克、克雷伊奇还有查洛佩克，这4个人都平均身高超过了1.9米，空中高塔群，这对韩国门将金城奎的制空权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好，比赛的第3大看点，咱们要注意裁判埃及律师奥马尔。奥马尔41岁，在场外是一名职业律师，所以他对规则的掌控极其严苛，但也极度的鼓励身体接触，不会轻易的吹哨中断比赛。他吹罚的流畅性在非洲赛场非常有名，但是他的吹罚尺度对球风强悍、极为依赖贴身物理压迫的捷克队来说是巨大的利好。捷克人在中场的粗野的包夹还有防线上的小动作，很有可能会被奥马尔认为是合理的对抗，所以韩国球员就必须要放弃那种倒地等待着裁判吹哨的习惯，必须在倒地身体失去平衡的瞬间继续爬起来拼抢2点球。如果稍微因为向裁判抗议而走神，就很容易被捷克通过快速反击攻破球门。好，轻松说个抽象的新闻。在塞内加尔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友谊赛，塞内加尔的中锋雅克松再次吃到红牌被罚下，而且这是他加盟切尔西以来的第4次吃到红牌，真是一个超级惯犯。这次打沙特的友谊赛，他又是2分钟内因为2次犯规分别吃到2张黄牌，最终2黄变1红被罚下。所以2023年加盟切尔西以来纪律性差就是雅克松的顽疾。此外，本场比赛雅克松又贡献了一次门前1米打飞机，这也是他的拿手绝活名场面。切尔西的球迷们，雅克松又要从拜仁回来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好，冷知识小新闻。今天大巴黎的主席纳塞尔又谈到了主教练恩里克。大巴黎的主教练恩里克他说，我相信我们这种俱乐部不多，我们大巴黎在训练场上安装了一块超级巨型大屏幕，恩里克会和球员们坐在一起训练的同时，直接通过大屏幕展示对手的录像，告诉他们对手是怎么踢的，
他这种对战术分析的依赖和运用方式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兄弟，你敢信呀？恩里克整整8个月都住在训练中心里面，直到最后我们对他说，那个谁，我们都有点替你担心了，你快疯了，你赶紧搬出去吧。真的，恩里克就是到了那种程度，他对足球的爱已经变成了极致的痴迷，他的生活里只有足球。你想想看，他从早上8点开始做战术分析，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想象一下，今天夺冠的这份沉甸甸的成果，正是恩里克还有球员们还有管理层和球迷们共同努力和汗水的结晶。这真的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啊！想想纳塞尔过去的掌上明珠姆巴佩，再看看现在的掌上明珠恩里克。纳塞尔最近是不断的说，恩里克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练，我做出最成功的决定就是将他引进到大巴黎。嘿嘿，再轻松一下，冷知识，最近瑞典国家队训练，他们在美国达拉斯的丰田体育场，球队遭遇了明显的热浪，达拉斯气温高达34到36摄氏度，而且湿度极高，极为的闷热压抑。但是瑞典的国脚亚辛阿亚里，他竟然选择了长裤搭配长袖的训练服，成为全队唯一一个全身包裹训练的球员，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和好奇。队友肯塞马笑着回忆说，我去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穿，他说他觉得有点冷。哇，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对炎热天气的方式，但他这个确实挺特别的。但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习惯，我嘛肯定不会这么做。我本来就很怕热，在瑞典17度的时候有太阳我都觉得热，我能穿 T 恤能穿短裤就一定会穿。别人都是短袖短裤，咱们亚神长袖长裤，这是交了哪位女朋友？身体这么虚的吗？好，最后轻松一下，这2天 NBA 总决赛已经打到了季3，半场休息的时候，美国著名歌手 Cardi B 他的中场表演深情献唱，哇 Cardi B 的中场秀堪比超级碗级别的，这也让老 K 和大家非常的期待世界杯能奉献怎样的演出。虽然这个曼妙的身材有些不符合亚洲审美，有些太夸张了吧，但老 K 觉得总有兄弟们喜欢这一款。好的，世界杯开幕战就在明天，再次呼唤大家订阅老 K 的频道，点开小铃铛，选择全部。感谢您线上 hype 积分，感谢您的评论，感谢您的点赞，咱们明天再见。